来吧，新玩具！我知道大家应该最近比较期待的是这一套 MD005的擎天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版了。KO 的 SS86，然后又加入了非常多的配件。我可以看到这一地呀，其实还并不是完全版。目前呢，手上只是一个样板阶段，因为有2个侧面的2次元的窗户啊还没有做完，所以最终的大货应该是4块2次元的车窗。之前也有朋友在问 AS 和 MD 这2家到底该怎么选啊？其实今天正好咱们来对比一下。首先 AS 版本是一个单独的车头，它只带了武器和1个特效键。MD 版本价格要更贵一些，它的配件量会更加的丰富。然后来看对比，左边的 MD 版整个红色的颜色偏艳一点 ，AS 的这个偏乌，蓝色部分 MD 的这一块也是偏深 ，AS 的这个偏浅一些。MD 的这个变形起来还舒服，它这个松紧度了，还有一些扣子，主要它这个料的材质是偏柔韧一些的。AS 的这个特别的硬，有一些关节和轴卡起来也是非常紧的。MD 的白色部分更白一些 ，AS 的这个发一点乌啊，然后是裤衩上面的黄色涂装 ，AS 的是柠檬黄 ，MD 的这个差不多算是一个橙黄色了。胸口这2块的玻璃 ，MD 的更深 ，AS 的这个更浅，而且 MD 版有这个2次元的窗户可以替换。大腿根部的这个轴 ，MD 的是灰色的零件。AS 的这一款是黑的。打开胸口，领导模块舱的盖子其实跟官方原版都不太一样。AS 的这个是红色的 ，MD 的直接用了一个白色的板，是跟大腿一样的颜色。其实官方原版的是一个灰色的零件。里边的领导模块 AS 整个是一个大银的涂漆。MD 的这个就直接分色处理了。另外，肩膀灯的涂装 ，MD 的这个是涂满了的 ，AS 中间只涂了一个点儿。之前在 AS 版里边我就说了，这个脸部好像有改模啊。比官方原版的那个稍微拉长了一些，其实跟这样横向比较的话会很明显 ，MD 的这个口罩和帽檐中间的距离会更窄一点点 ，AS 的这个要更稍微宽一点点，其实幅度不大，但是如果正面看起来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眼睛的涂装 ，MD 的是浅蓝色 ，AS 的这个是深蓝色，并且。我个人感觉 AS 的这个眼睛要稍微好看一点点啊，立体感很丰富。不过 MD 版还带了2颗替换头雕，这2个应该是从44里边翻出来的，一个是偏动画的圆润的这种过渡，另一个更方一点，不过是战损的。口罩上面也有这种疤痕，天线部分也比原版86的这个要做的更细尖了一些啊。不过不用担心，这个地方是尼龙的零件，韧性很好。换上以后，哎，这个脑袋挺好看的，但是感觉天线怎长了这么多呢？我觉得稍微短一点，差不多到这儿就够了。这大俩兔耳朵，胸口这里通过侧面的卡扣，还可以插一个战损零件，就还原出来大电影里边腰部受伤的这个感觉，里边的这个。破损的位置、内构的刻画，还有涂装的分色，所以摆一个大哥受伤伏地的姿势，这一款的配件搭配也是很有味道的。另外的这颗圆润脑袋搭配出来也更有动画片里边的味道。大枪的部分 ，AS 版直接是一个黑色的注塑零件，并没有涂装分色。MD 版本上面涂了金属漆，而且后边这里有银色的分色处理，这会更好看一些。哎。再然后 ，MD 版的配件里边还有一颗红蜘蛛的脑袋，肩胛顺着这里边的2个孔插背包上，顺着这个位置的转轴有一个凹槽，它给这儿设计了一个卡扣，刚刚好，还能把这翅膀的根部卡进去，哎，严丝合缝。翅膀的根部也可以来回的活动，左右旋转。正面有涂装，背面这里是塑料的原色，但是肯定不存在什么汽车人和霸天虎的 logo 了。还没有完，还有2根奶射线，所以红蜘蛛的配件装完，其实还挺红蜘蛛的。概念中吧，其实现在有一些做这个伪装红蜘蛛的一些配件啊，基本上也就是换一颗头雕，最多带一个肩胛。而 MD 的这一回呢，连翅膀和奶射线也都给你装上去了。哎，这个样子其实还挺好看的，而且契合度非常的好。完全不会松散，很聪明的利用了转轴位置的2个插孔。哎，这个配件设计的好，而且也因为料子比较柔韧嘛，所以呢这些球关安插起来都是很轻松的。
最关键的是啊，这个里边还带了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手臂，然后滑动的这个转轴也是很轻松的脱下来，把这个老威的胳膊给它插上。自打漫画里边登场了这个桥段以后，现在一些第三方公司乃至于配件包公司啊，都致力于给擎天柱加一个威震天手臂加臂炮的这么一个开发模式啊。而这一次呢 ，MD 的配件里边直接给你带上了，甚至还带了跟官方原版一样的这个透明的特效件，这个材质比官方那个要硬很多啊。而且这条手臂呢，大炮的刻线处理其实也是挺好看的，来回活动的这些关节。幅度都挺大，挺舒适的，炮也可以摘下来。这条手臂的造型挺眼熟的，好像是坦克 V 的那条手臂啊。透明大斧和特效件 MD 版本也是偏这种橙色的，而 AS 的是这种柠檬黄。当然 ，MD 版本带了2根，所以可以说这款柱子的配件真的是一应俱全啊，就差横炮那个飞行背包了。我之前每周刊里边说了好多次，你这个柱子背包这么大，你这加俩扣子呀，是不是？直接把这2个特效件就往这儿一比划，自带了横炮的飞行背包，也不是不行，是不是？挺好看的这个样子，没什么违和感。反正横炮那个背包背上了就没还过，这柱子直接镶在自己身上，一体变形，完全说得过去啊。给这加俩扣子就行。或者说呢，你怕这一块不好看呢，你下方这里利用这2个口，是吧？利用这2个孔加一个盖子，一个 L 型的盖子给它盖上去，下边这里增加2个喷嘴，然后把这2个特效件往上一插，是不是这个擎天柱就更完全版了？那人形的对比就是这样，咱们来进入这款的变形过程。当然 SS86 柱子的这个变形，我之前看视频里边弹幕说啊，谁爱看你的这个东西的变形过程？我们都知道怎么变了，主要还是来看对比啊。其实咋说呢，变形过程也是挺重要的吧，因为你在变形过程中才能感受到这个模具的精度啦，或者说一些公差的位置、松紧程度、把玩的手感，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一环。MD 版本折起来、插起来，这些插扣的位置都是比较柔韧的，它的料子整体都是那种偏韧性的材质啊，所以玩起来的舒适度要好一些。背包这里延展开，然后整个的打下来，这2个翻平，胸口侧面这里的2个板子抠起来，很轻松的就过去了。上半身旋转，下半身旋转，说白了是只转腰，然后这一块翻起来，脑袋折下去，把这里折平。而且吧，这一块左右腹部的零件，这个根部也是很舒适的。我看有人说官方后来的修复版本这一块也会很紧 ，AS 版本那个更的是紧的很难受了，对吧？这个掰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好，折下来，手臂归位，把后边肩膀的扣子这里对准，插起来。哦，对，还有人关心老威的那个胳膊能不能一体变形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它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开合的结构。然后又一个挺重要的来了，之前大家很在意这个车头后边的马桶中间漏了很大一个窟窿 ，MD 版的解决方式呢，塞个空调进去。嘿嘿嘿，也不是不行，倒是填上去满满当当齐齐的，还不错啊，起码把窟窿给你堵了起来，还好还好。然后下边的这个大痔疮给它翻下去，2个后裙甲立上来，哎，关键的就来了，看这个后边 ，MD 版和 AS 版本的模具开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水口，不是它剪得干净啊，是它水口开在了别的位置，所以腿肚子后方这里就会整整洁洁的，没有任何的大明显的剪切痕迹，这个是让强迫症很舒服的。另外呢，当你翻开腿下边的这个盖子，他给你把这一面的偷胶用板件堵了起来，上面还做了一些刻线，哎，这个就诚意很足了，不错不错。
然后我们往开拖腰部这一块的扣子也是很轻松就可以折下来了。腿部稍微的打开一些，顺着前方的腿把双关节把它翻过来，根部这里的双关节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卡手的现象。这一块翻折过来，刚才我们说它把这个偷胶的窟窿给你补完了以后，这一块的面会非常的平整。然后脚踝里边翻出扣子，大脚掌、后脚跟这里都填上。对合，插在一起。接着和手肘后边这里的扣子连接，插满。这一块的空调呢，虽然可以填起来，但是根部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插扣啊，它只是用一个零件堵了一下窟窿，所以还是挺容易掉的。但后边拖挂的位置，只要是把这个偷胶的窟窿补足了，你看这一块还挺不错的，平平整整的。油箱的部位拉下来，旋转180度，这个位置是维度的咬合，我们稍微偏一下进去，再结合。因为是蓝色零件上的红旗，所以这一块的楼梯和手臂位置稍微有一些色差。好，把这里都变好以后，轮子翻转180度，你就会发现，电镀的轮毂，橡胶的轮胎。轮纹的刻画都很细腻，哎呀，把这个地方改了，这个让我这种轮毂控会非常的爽，好看。最后把它的背包打开，整个翻下来，里边翻起假的进气格栅，双关节往上推，车门扣开，包上去。很轻松，扣子对的也很准。起活，下方这里的盖子拨开，稍微的撑开一点点前轮，把里边的扣子夹住，捏好。最大的不同是车灯的位置 ，AS 的版本是鼓起来的，它车灯有改模，变成了那种凸起的，像躺着的金字塔的形状。MD 的版本，这个是光滑的，只是微微的一个弧线。非常的舒服啊，并没有特别难抠别手的现象，而且这些缝隙卡扣对的都是很准的，倒是插合的这种力度、咬合的阻尼感也不至于松松垮垮的，就是这个空调啊，没有什么固定的插槽，仅仅是靠这个形状夹合在这里边，变形的过程中最后再放吧，不然挺容易掉的。车厢跟官方原版的差不多，并没有什么模具改动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些武器放在里边收纳起来。维修平台根部的 Z 字可以拉起来，上方的驾驶舱这里可以打开，左右旋转，上边这些机械臂也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小雷达收起来，也可以把它拔开。最大的改动是增加了银色的小滚珠，嘿嘿，轮子滚得还特别的溜。咱们可以把大枪收纳到小滚珠上，把它装进去。倒是车厢的这个灰色零件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明显的水纹啊，处理的还不错。也就是这一块缺一个汽车人的 logo， 自己买个水贴贴一下吧。KO 版肯定不可能给你带的。后尾灯这里有一点涂装，打开盖子，同样带了这个弹射起步的特效零件。造型是一样的，但是通透感觉没有官方原版的那个强，而且硬度也要比官方原版的那特效件硬很多了。插上去，摆一个名场景，弹射起飞，全部变形到位，推车滚动还是非常丝滑的，尤其前方这里变成了橡胶轮胎和电镀的轮毂啊，非常的漂亮。左右转向也是没有问题的。车厢的轮子还是和原版的一样的，塑料的轮子，有分色的处理，也并没有做电镀。哎，你做就做的彻底一点，把后边的轮子跟前边车头做成一样的该多好。那最后咱们也是来总结一下 SS86 的这套柱子的原始设计确实非常牛逼，当年玩到的时候啊，个人来说也是惊为天人，我非常喜欢这一套的原始设计。而这一次两套 KO 版本出来，咱们也是进行了一下对比。AS 的版本胜在一个性价比，价格非常的便宜啊，把玩起来的话，手感方面太紧的话，可能玩起来不是那么顺畅。MD 版本最大的优势是这个把玩体验上边做的非常的舒服，
关节的紧实程度刚刚好，你能撑得住，摆一些造型它也不会松松垮垮，变形的过程也不会特别的难抠手，一些转轴的位置卡扣刚刚好的一个舒适的阻尼感，是让你体验上面这个手感非常棒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自然是要比 AS 版本高出很多了。现在我看网上的价格可能在220块钱左右，但是丰富的配件量也给了这一款十足的性价比。老威的配件、红蜘蛛的配件、擎天柱的配件，这些东西可以说你能算得上的、算不上的都一应俱全。在官方原版和后续的这些配件包都没有补足的前提下，这套 KO 版竟然一次性的全部做了出来，可以说压力给到了 DNA 这边。而在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配件做的其实还挺不错的。一些设计的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当然就像我提的那个馊点子，再加一个横炮的背包，或者是加一个盖子，把那俩特效键利用起来，其实这一套也是属于一本满足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啊，220块的定价，其实一次性能把这些东西都大汇总，真的还是挺香的。填补了原先的透胶空洞，轮毂做了电镀处理，橡胶的轮胎。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不喜欢橡胶轮胎，可能担心老化的问题啊，但是再怎么样，一套 KO 的产品，你还担心它老化？你又不是说放了多少年，你准备收藏它，这玩意儿也没啥收藏价值，你就是玩嘛。但这一套可以说220块钱，足足的可以让你玩过瘾了。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